係講網友，即係咧，我成日都講呢個世界啊，不能夠以成敗論英雄嘅嚇，因為呢個世界咧有好多嘢咧你控制唔到嘅，就算你幾叻咧嚇，去到一啲唔能夠 control 嘅 factor 咧，你都係會失敗喎。所以咧，我係最中意講，大家聽過，如果聽得我耐嘅咧，我就有講呢一個係呢個老人與海。人生重要嘅係個過程，而唔係個結局。因為如果論結局咧 ，at the end 每個人都係輸晒嘅，因為你一定死，係乜都冇嚇。個問題就係你有冇一個精彩嘅過程咧咁樣。嗱，呢個我係呢條片我講下一個，呢個可以去到經濟學或者金融呢個管理學教科書嘅嘢。呢個蘇寧呢間公司嘅崛起與滅亡，你就會睇到，即係事後孔明，你就會睇到佢犯咗幾多嘅錯誤。呢個就係同埋佢點解崛起，點解失亡，同埋呢個我應該講係呢一個係永遠係富貴春夢，富貴春夢呢個就係。你點解同我咁似樣？因為我係來自未來嘅你。冇可能，幾十年後嘅我點會幾乎一模一樣，完全冇老過？因為未來嘅我冇任由歲月決定我嘅樣貌。我揀咗 Hankook Life 賢健逆齡配方，佢唔單止有 NMN， 仲結合咗白藜蘆醇同亞精胺，組成抗老鐵三角，效能提升超過1.6倍，即係可以將時間停止，仲可以將歲月痕跡洗走。配方入面有 TMG 同維他命 C 組成，身體排污隊，幫細胞清理廢物，清走廢物 NMN 先可以極致轉化吸收，修復細胞，延緩老化。每日2粒，真正嘅賢健逆齡。依家俏貓貓實體店或網店都全面發售。好啦，嗱，呢一個咧就係由聽日開始，年度盤點清貨特價雙週嚇，王牌產品新低價，啲王牌產品呢2個禮拜賣新低價，而且咧仲有88蚊、66蚊、33蚊、10蚊4級嘢，係不惜成本賣出嚟。嗱，呢個買呢一個 Hankook Life 咧嚇。咁而家今次送乜嘢呢？送一啲更加實用嘅嘢俾大家。獵戶素係每個男人都要嘅，一盒180蚊我長期食嘅，屙少好多夜尿嘅。然後活髮素2盒，男士孖寶1盒獵戶素，2盒活髮素送成呢一個係600幾蚊嘢俾你喎，就係呢2個禮拜嘅啫，大家快啲買啦。嗰個配方唔使講啦，呢個就係。呢隻嘅配方係天下無敵嘅，你揾唔到，我係挑戰你哋揾一隻可以同呢個比嘅 NMN 出嚟，無可比擬。如果你食 NMN 就食呢隻。2026年1月4號，南京中級法院裁定，我啲新聞我哋後咗，而家先傳出嚟。蘇寧38間企業合併債務重整，爭人哋幾錢啊？2387億，資產總共值幾錢啊？410億，個咕窿係1900億，3103家債權人，直接破產清算咧，每個債權人咧100蚊收翻3個半，即係接近 total loss。佢其實將佢啲資產咧撥入一間公司度，咁嗰啲咧就係賣咗佢。咁咧就愛嚟有幾錢賠幾錢。另外咧，佢又將佢撥落蘇寧，仲有啲賺錢嘅零售生意，就 keep 住個核心生意，就係由佢繼續去經營，希望賺啲錢翻嚟咧，就還俾嗰啲債權人。其實就咁解。創始人淨身還債，張近東，我對唔住大家，係我抉擇失誤。
我承諾用一生嚟償還呢筆債務。嗱，呢個有啲似呢個當日呢一個英皇破產啊，叫好世界啊。1980幾年呢個楊受成嗰次破產，就係佢就繼續要打工，就幫公司賺錢還俾呢一個匯豐嘅，結果佢還甩咗喎，呢個係買翻轉頭。38間企業100% 股權，佢將佢所有股權交晒出嚟，16.4億股蘇寧易購，呢個係市值28億，全部注入信託，全部個人資產幾多錢都俾晒出嚟，房產、現金、收藏品、配偶，你收埋啲錢咧，老婆點啊？劉玉萍資產咁就將全檔嘢交晒出嚟，佢就變咗係個打工仔，但係亦都係冇咗債務，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張近東嘅發跡史啊。1990年呢個人其實真係即係坦白啲嚟講啊，即係對我哋嚟講呢個就好遲先至發跡嘅嘢。佢幾多歲啊？佢而家60幾歲，後生過我好多啦。呢個係27歲嘅張近東，佢喺國企辭職，下海經商，揾咗10萬蚊。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大陸嗰啲人做生意點樣唔叻嘅係白手套，唔係嘅，能夠咁樣打到一盤帝國出嚟嘅，全部都係梟雄嚟嘅。你唔好唔尊重人哋嘅長處啊！呢個係平生不解藏人善啊，到底逢人說行乜嘢我唔記得。喺南京寧海路開辦咗間賣空調嘅，賣冷氣轉身。90年代呢，嗱，佢睇到一樣嘢，冷氣係好奢侈嘅。傳統嘅嗰陣時咧，仲係國營商場90年代我翻去大陸嗰時，大部分嘅企業都係國企。朱鎔基喺90幾年嗰時將啲國企賣晒出嚟，尤其是係零售呢啲咧係清晒出嚟嘅。嗰陣時啲人翻去買大陸啲企業咧係白菜價。嗰陣時國營商場完全壟斷咗家電。面對強大嘅國營體系咧，佢整咗一樣嘢，諗到一招啫，淡季打款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冷氣銷售冬天淡季嗰時，嗰啲廠家就嗌救命，佢就俾錢啲廠家，等佢哋生存到。旺季嗰時咧，佢哋就保證交貨同埋平啲俾佢。嗱，呢招講出嚟就好簡單。呢個係一種 financial arrangement， 嗰個風險係點呢？就嗰間嘢執咗笠咯。咁你要有眼光睇到嗰間廠會唔會執笠咯？如果係咁，你到咗旺季嗰陣時咧，你就有大量嘅貨供應，而且成本平過人。而且好啦，嗱，第一招啦，第二招免費送貨同埋安裝嘅售後服務。呢個係一個好難 manage 嘅嘢嚟嘅，免費送貨同安裝最好咧就係外判，好容易做得 service 唔好嘅。咁呢個係一個 management 好成功嘅嘢。於是啲國營商場咧唔夠佢做，憑着前所未有嘅低價策略，極快送貨，幾年內成為家電連鎖企業。1993年。擊敗咗8大國營商場嘅圍剿，佢哋咧8大國營商場嗰陣時冇反壟斷法啦，就叫啲人唔準賣俾佢，但係咧失敗咗，因為佢好生意。嗰年咧達到3億係好多錢啦。10年嘅擴張，由南京走向全國，佢其實去到巔峰係2010年，走咗20年，放棄批發，全部係直接經營連鎖店。2004年咧，深交市上市，係家電連鎖第一股，直接開門市，係採取直銷，門市破1350家，營收超過1500億。2010年呢個係佢巔峰，其實仲有幾年嘅，去到2014。呢個張近東以450億身家，江蘇首富蘇寧
晉身千億俱樂部。零售家電零售係佢同國美兩間咧係大晒嘅。首先係國美發達，黃光裕，然後到佢。踏入千禧年代咧，中國嘅家電啊，迎嚟黃金期。即係點講呢？1990幾年我初返大陸嗰時咧，好多人都買唔起呢啲嘢。到咗呢個入咗世貿之後呢，就係家家都有，開始係蘇寧瘋狂全國擴張，同死敵國美拼殺，兩大巨頭喺商圈爭奪商鋪，爆發員工打交喎。呢場激烈嘅商戰呢，被稱為美蘇爭霸喎，國美同埋蘇寧啊嘛。好啦，美蘇大戰，直接開店去蘇寧總部對面國美係領先嘅黃光裕，連續兼併埋永樂、大中三聯電器，統一咗個品牌。結果2008年因為經濟犯罪被捕入獄。嗱，呢個好得意嘅黃光裕呢個係講佢係喺犯咗證券法嘅，呢個係蘇寧咧正面迎戰，趁國美內亂發起反攻，超越國美，成為線下零售之王嘅2008年啊，係就係個逆轉點啊！黃光裕冇咗黃光裕喺度咧，就爭好遠。蘇寧從此再無線下挑戰者，實體店賣貨冇人鬥得過蘇寧，蘇寧變咗王者。好啦，2012年啫，出現一個新嘅潮流，就係網上銷售。劉強東企出嚟，京東嘅家電比蘇寧平 10% 以上。蘇寧呢，於是咧就兩線作戰，線上線下同價，你喺網度買同家電價一樣。嗱，咁你蝕底喎，呢個蝕底喎，佢冇放棄呢個線下喎。其實線下咧只可以做展覽同埋呢一個係服務中心，因為你有線下嗰陣時咧，你嘅皮費係平好多嘅，實體店貴好多嘅，又要租啦，好多人手啦，係咪啊？又要俾佣啦，結果咧破壞咗線下經銷商嘅利益平衡，因為線上線下同價呢個係唔合理嘅，線下一定要貴啲，結果你破壞咗實體店個利潤架構，單季利潤跌60%，京東一戰成名，蘇寧主業連續蝕咗7年，賣電器咁樣就俾佢打到，俾佢拖到蝕咗7年。於是佢就想做 Walmart 同亞馬遜啦。2011新10年規劃就想2020年咧達到6800億，線上線下各佔一半，雙線作戰。呢個係既要又要，呢個冇辦法。其實佢應該做強呢個線上咧，就慢慢收縮線下嘅。其實做多啲呢個線下只可以做展覽室同埋服務中心嘅啫，唔可以做零售嘅。呢個係好啦，然後咧佢係瘋狂去做宣傳同埋擴建。哇！呢個犀利啦，買國際米蘭、中超江蘇隊，投入咗65億。國際米蘭班主幾犀利呢？呢個係收購家樂福中國80%。嗱，呢個唔係佢識做嘅嘢，佢轉咗做超市。收購家樂福，做地產入股萬達商管123億，拍電影、搞高科技、搞電競幾十億，10年跨界投資780億，全部輸晒。佢全部係輸在兩樣嘢。第一，本業蝕本。點解會個咕窿有1800億呢？本業蝕真係蝕咗幾百億，而有呢啲投資呢，基本上接近血本無歸。足球狂想呢個犀利啦！喺中超江蘇蘇寧65億嗱。奪冠105年投入108日後宣布停運，買國際米蘭7億歐羅。2024年股權俾橡樹資本接管咗。
呢兩個加埋幾多錢啊？呢個係百幾億，百幾億。體育板塊一年蝕10億以上。佢其實咧用呢啲咁嘅嘢係想宣傳個家電嘅，結果由品牌跳板咧變咗係吞金黑洞。張康陽25歲做國米主席，佢個仔無力償還橡樹資本3.95億歐元，結果想傳俾個仔失敗咗。三大巨頭呢兩間都係線下為主嘅。京東係線上為主，而家生存翻剩翻個京東，線上線下雙線盲目多元化，錯到不得了。想做呢個超市唔係你識做嘅，然後又去投資商管同埋地產，佢又信錯咗恒大啦。呢個人係結果要債務重整，既要又要，左搖右擺，賣家電、實體店同埋網店想同步做，然後忽然之間又想呢一個做超市，忽然之間又想做商管，又想做地產。京東淨係一樣嘢啫，就係網上同埋物流。京東嘅物流係好犀利嘅，結果係萬億市值平台嚇。佢啲京東賣家電係好犀利嘅，蘋果啊嗰啲都喺京東賣好多。專注核心，穿越咗個週期，結果成功嘅，企得住嘅京東。國美淨係實體店，結果呢要債務重整嘅，佢都保守僵化，俾時代淘汰。死守線下嘅失敗咗，全力找線上嘅成功咗。線上線下呢一個同埋作多元投資嘅掛咗。蘇寧唔係輸俾電商，係輸俾戰略迷失同資本狂想，唔係嘅，佢一部分當然係輸俾電商。電商係打破咗嗰個實體店銷售嘅模式啊！實體店銷售有一個模式就要靠呢個分店多啊，你識得打廣告，同埋嗰班 sales 識得賣嘢，點樣攞到 supply？ 但係呢一套咁嘅成本結構呢，係唔夠電商做嘅。呢個係蘇寧易購變咗提款機，上市公司嗱佢一路集資，現金持續外流，好大鑊。2017年經營性現金流蝕66億，2018年139億、179億、24億。好啦，嗰啲資金去咗邊呢？呢度已經幾百億咯。收購家樂福、萬達百貨、物流倉庫、蘇寧置地地產項目、蘇寧金服放貸，佢又借錢做 P2P 啊，連蝕7年。扣除非淨利潤呢，2014年從來未曾唔蝕本，11年蝕11年。個債務由3000億、800億去到3000億總負債，股權質押率逼近97%。你去到咁多債嗰時咧，剩個利息你都冇命，只係顧住往前衝，忘記檢查馬嘅體力。呢個張近東講嘅説話，先開咗槍，覺得咦可以做我就做，然後再睇下個目標係乜。哇，咁樣做實在太過危險。呢個人係個大賭徒，好啦，致命一擊200億，呢個200億唔足以令佢死嘅。呢一個蘇寧電器子公司向恒大地產投資200億，嗱呢200億呢，就係許家印集咗1200億，就係想咧就收購咗呢個廣州嗰間地產公司，即呢個國資委嗰間，然後咧就將佢變咗做恒大上市。佢咧就寫咗個保證，唔一定上市，值幾多錢，所以咧佢覺得賺緊嘅。點不知恒大瓜咗，恒大冇錢還。咁於是咧，佢哋就被逼轉債，咁於是咧呢筆錢就冇咗。佢諗住其實搏1年可能賺翻3幾百億嘅，呢個就壓垮蘇寧嘅最後一根稻草啦。呢個就恒大事件，佢亦都容易信人啊，信許家印。義氣投資200億，
恒大爆雷，股權一文不值。其實係對賭嚟嘅，呢個係對賭嚟嘅。呢個投資孟達123億，結果想追50億，對賭失敗。呢度300幾億，信恒大信孟達，阿里巴巴投資咗300億俾佢，剩翻41億，蝕咗267億。佢啲錢其中有一部分係咁翻嚟嘅，呢個就係疫情衝擊，年度虧損，淨虧損42億、432億、700億，1000幾億咯。營收崩塌，由2000幾億嘅成交，佢嗰時其實已經去到1800億㗎啦。2010年、2019年去到2600幾億，跌到500幾億。門店由12000家跌到唔夠3000家。2021年內部私募債券延期。2021年16蘇002債券未能兌換，連續違約，冇錢。銀行抽購好多錢咧，佢哋賒嗰啲供應商催款，資金鏈斷裂。佢頭髮白得好快，有時坐喺辦公室一坐就半日，講唔出一句説話。我都明白呢啲人嗰種心態，但係我都試過咁樣嘅處境啊！但係我係好容易overcome。人生係會失敗嘅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。Failure is always part of the game， 係遊戲嘅一部分。於是咧，佢賣咗啲乜嘢咧？4年自救，賣咗阿里巴巴嘅股份。阿里巴巴投資佢，佢又買翻阿里巴巴。咁呢個賺咗嘅140億。蘇寧金服執翻啲渣。剝奪天天快遞 PPTV 呢啲咧唔係蝕好多嘅生意，似乎有200億。家樂福孟達係送俾人嘅1蚊送出去，佢已經賣咗呢個幾百億，所以佢嘅債項咧就減到2300幾億，但係佢已經係將自己啲資產值錢嘅資產咧賣晒。好啦，結果股權清零，全員打工，將全部資產攞晒出嚟。分為2個，一個新蘇寧集團，一個南京眾誠將啲資產撥晒去南京眾誠個 operation 咧喺新蘇寧嗰度咁樣，10萬蚊以下嘅現金優先，大額轉信託份額逐步回收。呢度攞到幾多錢就還俾呢度，有呢度賺到幾多錢咧就攞嚟分呢一個係。共益債80億，中信金融、東方資產注入，用於南京4個在建項目，36個月92%，即係點講呢？呢個係另一種佢嘅資產處理嘅優先債，再 raise 80億，因為呢有4個項目起埋呢係可以有錢收嘅，所以人哋借80，但係呢賣咗呢就先要還翻呢80，大家明白啦？呢個就係資產處理清盤呢一橛。因為佢如果保留翻1000零間，可能有錢賺，同埋線上嘅企業，所以個 operation 咧要繼續。佢將私人嘅身家攞埋出嚟，然後佢幫你經營。新蘇寧集團咧9席入邊5席，嗰個 operation 嗰部分咧佢可以話事嘅。南京眾誠咧9席入邊4席，即係咧佢已經冇咗話事權。綁定嘅責任，股權清零，不再持股。如果佢要保證賺錢，如果唔賺錢呢，佢就喪失提名權，佢就失控啦間公司。個人擔保責任隨時可以重啟。如果佢賺唔到錢，佢就不但只要將自己資產攞晒出嚟，仲要破產。控制權同剩餘索取權分離。第一次咁樣重整，所以我先報道呢單嘢。呢單嘢係有創意，佢而且亦都解脫咗佢嘅重擔，等佢俾心機做好翻呢盤生意。呢個就係家電雙雄殊途，張近東冇坐過監，所有資產冇晒，承擔責任，全部身家拎嚟賠。黃光裕2010年入獄，2021年出獄坐11年從未清零。
妻子同個妹咧幫佢打理國美，因為點解啊？佢嗰啲股份擺咗落間公司度，嗰間公司咧喺香港嘅，佢哋吹佢唔漲。出獄後身家咧，佢仲有啲錢嘅但係國美已經係去到執好多，剩翻好少。邊個更加慘咧？呢個就係30年嘅興衰史創造呢一個蘇寧家電深交市上市，家電連鎖第一股。蘇京大戰，主業受損。呢度開始亂咁收購，輸咗呢啲咁嘅收購，連埋乜嘢搞咗成千幾億，蝕本又蝕咗千幾億。恒大爆雷，連虧，債務危機爆發，2021年，於是重整。呢個就係張近東最後嘅反思。輝煌嘅時候，我以為自己可以打造一個商業帝國，慘敗之後，我先知道敬畏市場、敬畏風險，先至係企業家最基本嘅素養。我要解釋俾你聽，佢唔敬畏市場咩？佢從來敬畏市場。佢點解唔敬畏風險，做啲咁冒險嘅嘢呢？正係因為佢做啲咁冒險嘅嘢，佢先會發大達噶嘛。Day one，佢呢啲係一個即係點講啊？賭錢每一次都將啲籌碼推晒出去，贏咗又推出去，咁你終於有一日係會輸噶嘛？係嘛？連贏10盤，第11盤都會輸噶嘛？我哋呢啲咧就唔係嘅，贏咗咧就縮翻嚟一啲注碼，咁咧永遠唔會發大達，但係咧亦都唔會輸得晒嘅。零售係一場冇終點嘅馬拉松，我用30年跑完上半場，雖然跌咗一跤，但係我唔後悔。呢個係唔係零售係一場冇終點嘅馬拉松？人生係一場冇終點嘅馬拉松。就算死咗呢場馬拉松仲係跑緊嘅，死咗仲跑緊。我舉個例子俾大家聽。我細個嗰陣時咧讀嘅教科書咧，冚唪唥覺得愛迪生係個偉大嘅，係有史以來最偉大嘅科學家。其實佢就係個發明家，唔係科學家。佢唔係發明科學原理，佢係一個發明啲實用嘢嘅發明家。佢唔係一個科學家，但係嗰陣我哋覺得佢最偉大嘅啦，愛迪生。喂，幾十年後咧，而家愛迪生嘅聲明咧一錢不值，話佢根本唔識嘢，亂 Q 咁搞佢唔識得呢個科學嘅。喂，當時一錢不值，冇人識嘅Nicholas 呢個 Tesla 變咗個大英雄。人生嗰場遊戲唔係至於你死咗之後係仲可以跑嘅，即係毛澤東死嗰刻，佢喺全國入邊個威望咁大，死咗之後咧，佢繼續跑緊呢場馬拉松咧，係越跑越差嘅。好啦，韓國 Soilab 呢個我哋睇下呢隻嘢先。呢個係韓國 Soilab 防脫髮系列，由癌症康復者研發。成分超溫和黑豆精華，強化髮根，實證有效減少脫髮，精華清爽唔黐粒，頭皮即刻舒服晒。想夠髮，快啲去俏貓貓超市買啦！係啦，韓國清貨商周王牌產品創新低價，Soilab減到188蚊，從來未試過咁平嘅。精華素163蚊。好啦，雅烏樂嘅減價又嚟啦，286蚊，原價都好多人買噶啦，286蚊。所有20隻王牌產品，長期好多人幫襯，喺呢個特價商周創新低價。呢個蜂膠牙膏33蚊，大家快啲入多啲貨。